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美味曲奇趣多多，巧克力味豆多多。感谢我们的职场搭子趣多多赞助播出。鸿蒙折叠电脑13英寸便携18英寸大屏，折展之间体验非凡。智能电混4驱无惧雨雪湿滑。本节目由领克10EMP 指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专业做扫描3亿人都在用，职场必备神器扫描全能王赞助播出。这一次的考核内容，新闻专题节目的选题策划，就是要考验大家全方位的能力。本轮考核分为宣讲和辩论2个部分。你们8个人呢会分为2个组，要好看了，要好看，这下有瓜吃了。选题其实赢了，就赢了80%了。炫吧，听我的，咱们做捏捏吧，咱们做解压玩具吧，也可以的。现在是不是我们其实是比较倾向于做传播这个题？传播我是觉得可以。对方组的选题专题名称叫《方寸之间：虚拟礼物里的传播江湖》。这一组一听完心里一听就咯噔一下。乌云压顶。解压玩具，我想到了，但我并没有觉得它非常的，可能在我们这提案第1轮就被毙了。他们的题目很抓人，他们雕琢了词句，没关系，我们这都可以改。还有这种气味，一个叫如临大敌，一个叫如释重负。没事，我们不研究它了，不研究我们自个儿。跟他们。我感觉这一组如果不出现原则性和导向性的大错误，我觉得胜出的概率比较大。但我觉得就是，也许他们会拍出一些不同的东西。观众朋友们，请看大屏幕。咱们不会是第1个到的吧？肯定是第1个。9点24分。到达现场的实习生有。已到达上海电视台站点，已到达东方卫视站点。他们播音腔真的好好听。嗨，你也来得好早。对啊。哦，我们宿舍全员到齐，每天都是热心打工的宿舍团体，最勤奋的宿舍了。真是。今天要辩论呢。Hello， 早上好。哇，所有人都这么英气啊！早上好。哎，你俩今天好像啊，你俩都穿的西装，对，好正式。大家今天都蓝蓝的。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你新改的调吗 ？Yes。我知道为什么你喜欢唱军歌了，因为军歌是真的唱不跑调啊。哎，也不一定。过去吧。走。我想的是，我们先各自理各自的部分，然后等我们理好了之后，我们就互相听，然后从头到尾给他 read 一遍。1和2，朗子。OK。好，可以。3、4部分我写的我来，然后我就说采访部分由你们2位来。好。行，我把 PPT 改一下。好，那你先改吧，然后你改完我改一下 PPT。OK，我们一个一个来。哎，我觉得你这个改得好，职业观念挺好。对，我觉得确实可以把文化意义改成职业观念。礼物满天飞，只为换份美。上头狂杀钱，钱包瘦成鬼。是什么那8个字吗？钱包先握紧。哎，这样更押韵了。礼物满天飞，只为换份美。第1、2句你不是很那个？第1句，礼物满天飞，只为换份美。
只为心情美。哎，还得是你，还得是小朗之啊！再换一下。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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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起来了啊，嗨起来了。 Pick me up。朗子，昨天你是不是核实了的数据？我看一眼啊。对。 我估计对面的数据会比我们还严谨，我们的数据一定要更严谨，因为他们肯定会盯我们的数据。对，我这里有一个相关数据，我发一下群里，你们不用看。好，这效率，这是一支队伍，这是对啊。我把策划案新改的一版也发群里。好，太厉害了！现在进度非常好，我也觉得很顺畅，加油！这样会不会太简约了？还可以再多一丢丢。我也觉得太少了，有点。最后一点改完，让我们再审一遍吧。好，这都没问题。你们太想呈现的好了。对，最终版本，一共是3690个字 ，OK 了，来发群里，发群。好 ，PPT 和文本全部完成。 还有演练时间，我们的这个时间把控的真是刚刚好。砍瓜切菜一般，同时能引发社会标志性标语。整体节目分为7中年买陪伴与认同。我们这个本次的题目：一人解压，情绪立国，廉价玩具的白玉红。它火成这个样子，肯定面临了一段野蛮生长的空间。解压玩具它是低成本获得情绪解压。在演播室当中，跟我们的嘉宾一起探讨这些数据背后所代表的现象。 我有一个问题啊，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像第4部分，它是非常多，其实这种上高度、上鸡汤的这种总结式的嘛。然后还有一个这个，但是我昨天觉得有点那啥，我就想不出来太那个，要不就删了。解压玩具的未来是什么？但是少了一个问题在于，情绪经济未来的市场是什么？也不是未来的市场，而是说我刚刚提了一个，就是说情绪经济未来怎么发展？但是我没有说得很深。 我是觉得未来的发展，它的重要的原因在于，一个是社会性问题，一个是经济学专家，他可以从2个角度来进行讨论。他们的大纲还没捋顺呢。他们就对中间有一个点的取舍有一些争议。你要知道它的目的是什么。当然了，它的目的这个就是我是觉得在最后这个就是未来的把2个专家用起来。 主要是我是觉得最后一部分你再插2个专家有点乱，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心理专家在说，你这个地方再插一个经济，然后这个地方再插一个心理。我觉得最后是未来。它可能是但是这个东西要我们再提吗？我觉得我们提不了了，东西内容太多了，哥。你懂我意思吗？我是说未来你不做一个展望吗？ 朋友们，提醒大家一下，咱们时间不多了，抓紧时间打磨逐字稿。一定要展望未来？不一定，不一定，就要看这个地方有没有可出彩的方向。就假设你手上握着一个，你有一个判断。所以这个不是公式，说一定要在结尾展望未来的。没有，肯定不是。对，我们在打磨逐字稿。对，咱们不要抠太细的细节。 现在感觉最亮的还没有拎出来。我的意思是，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在节目里边我们要提到这一部分让观众知道我们在节目的收尾。对啊，我问完问题之后，问问这个行业，这就是第4部分的内容啊。问未来和就是解压玩具是你情绪的出口，这2个点是矛盾的吗？ 就是在一个节目里，你真的不能既要又要。不是我既要不是哪个既要又要了？节目不是论文，我们把一个点说清楚就好。哎呀，他们这个团队太需要解压玩具了。你听懂了吗？我听懂了，我昨天就感觉到了。解压玩具是情绪大家解决情绪的一种出口，这已经是一个落点了。展望未来又是另一个落点。 那我们未来的展望就不提了，最后。
但是这是两个方向收尾，一个是个体的微观的个人情绪，一个是宏观的行业未来，对吧？那到底要是往哪边收呢？你最后简单提一下，那就最后加一个问题。朋友们，提醒大家，把自己东西完善好之后做减法。好。你好乖巧。我觉得确实要做减法，确实要做减法。我写的东西太多了。王宇老师在整个过程里都是委委屈屈，然后就没有吧？王宇老师表示，我委委屈屈的，但是你们都得听我的。对。哎，一语道破，真确。哇，神之吐槽，吐槽艺。我们整个节目最后的走向就还是老师满意的方向就好。感谢大家不嫌弃我。当然不会。我昨天有一个无名火，但我今天觉得玉哥有点可爱。他很可爱，他特别可爱。我昨天是觉得玉哥稍微有点轴的，但我今天发现他是真的很认真。就是认真也是一种轴，是吗？玉哥，我把那个 PPT 的几张图发给你了哈。好，没问题。帮我贴一下就行。心理学家是在我这一趴出现，对不对？你觉得这个顺吗？顺的，可以的。我觉得把为何两个字也去掉吧，我觉得这个是在讲现象。都可以。因为我们团魂已经燃起来了。我希望我们后讲，不过都行，我们能力强。等我5分钟，我正在写一个脚本，这样的话看起来就非常清晰。牛的。我这边 OK 了。真棒。我们都特别棒。去个卫生间。我感觉练一遍投屏是对的。他们组感觉班味儿都好重啊。我们组其实班味儿也挺重的。我们也没轻到哪儿去。对，只是我们心态相对比较好。主要你们都太能提供情绪价值了。主要是有一个非常靠谱的队长。对。停止这个商业互捧。情绪价值。拉满。哎呦我天哪！这回也太顺了吧！这个队真的。提醒一下你们所有的组员，最后10分钟，大会议室。好的。最后10分钟，抓紧时间。好。我模拟吧，解压玩具的崛起与其引发的购买热，持续的探讨如何去满足情绪。解压玩具是如何火爆全球的？情绪消费呢，就成为了一种有效的自我调节方式。小的切口去透视，在高压下的年轻人要如何自处呢？今天呢，我们会聚焦团播在情绪经济里的新闻具体表现。我们花钱去买漂亮的衣服，我们去买喜欢的玩具。我们想以选秀团播为切入点，情绪经济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你觉得我要不要问大家那个问题？其实简单互动，我觉得没问题。你刚刚说那个刷的礼物解送的飞机，可以你来一句。感谢韵林小王送来的飞机。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有点跳脱啊。可以。好，那我就说，直播间的场控会大喊。你说会大喊，你甩直播间的场控会大喊。感谢韵林小王送来的跑车。最后的最后。对，好，最后的最后，这场直播里 ，pick me， 哇，太有节目了，很严谨。老师好，怎么样了？可以，等期待吧，老师，有信心。我们都很棒，其实整体已经很棒了，特别棒。探讨在经济角度呢，加油！相信自己，开场即王炸，理想不死，新闻必胜。去大会议室。但是他们两边其实已经很风格明显，这边就是很跳脱的一群人，就是那种，而且很有网感，因为他们说话的那种重音，然后感觉。这边适合直接干娱乐向的，感觉一边火象一边土象的感觉。这也要看导师的审美，这也要看这电视台的一个气质。稳重派，活力派。怎么样，老师？您期待我们的杰作吗？你们两边的我都很期待。是吗 ？Hello， 老师们好。老师们好。我们是
开始吧，是开始吗？来了。那我们各自的时间是每组30分钟，好吗？好。顺序就是诗文组先来做你们的方案的宣讲，然后是旁征组。啊？这么突然吗？哦，诗文组先来。太难了吧？有点突然。有点突然哈。王毅平复心情。好，稍微我们给1分钟时间准备一下。那我来替你，我来给你接一句吧，然后你再来做开场，这样的话心里踏实一点。没事，我 OK 的，你总结就好。喂，咱 PPT 是不是还没开？对。孩子没考呢啊，赶紧的，这个之前没试一遍的话就得调试一下。对。哎，我好像少收到了1份。没有，现在只有1份。现在只有1份，这个是旁征组的，对我们没有你们的。只打了1份。老师这边有策划案，你们有吗？我们来同步一下我们的策划案吧。对，可以。哎，这怎么开啊？准备一下标题。完了，你看还不知道开关在哪儿，妈呀！我来帮你，谢谢。资料设备都得先试一下。提前15分钟一定得走一遍。你看宣讲，这是特别必要的一件事。尤其是格式，好多 PPT 一上去拉宽了，还有字体没有，出不来。哎呦，这个是是这样子的。这个是叫年乐对吧？我有一个同款的钵钵鸡。哇，鲁豫姐真善良，她知道那边需要时间，她给大家聊这钵钵鸡啊，聊这些。我们家有1箩筐这个，因为我们家有小孩儿。哎，可以了，OK 了。而且这个有。哎，林慧，你为什么不给我？小孩呢？那个给婚礼实现了一个。没事，我说着玩就说着玩。我想求助一下。我的天！找电脑了。赵薇，你们的开始了吗？没有开始。老师们，我只是王玉，委屈哥，你是想干嘛？那你帮我来翻页吧。好，我帮你翻页。我来帮你。你先适应一下。对。是这样吗？是这样对不对？不是，你双手翻页，双手就是它不会出错。对。如果你们准备好了，跟我说，我会开始计时。好的。我给你搭一句吧。那我直接来吧。好。可以的。相信你。哎，这个可咋整？哎，有竞争，好有压力啊。确实。其实刚才老师们让我放松下来了，是因为刚才每个老师手里在拿到这个玩具的时候，大家都说我也有。说明我们这个问题到现在来说还是值得被关注，而且值得被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关注。那么我们就着这个关注来看一看我们本次的策划案。我们策划案的宣讲的题目叫“一元解压，情绪帝国，小成本里的大生意”。那我们怎么来看呢？首先呢，我们来翻页，我们会通过10个内容来跟大家依次的梳理我们本次策划案想跟大家提到的每一个方面。好，让我们关注第一个内容，我们的节目主题。本次的我们的专题片呢将聚焦情绪经济，我们会通过解压玩具的崛起和它引发的购买热、消费热，来探讨它如何去满足现代人我们的情绪需求和它在发展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稍等，还是这一页。哎呀，好，我们的专题片标题已经说过了。来，我们介绍一下专题片的时长与形式。我们的主体长度在35到40分钟一期，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新闻专题片的长度。同时呢，我们还会加上音频分发和单个的切片分发。专题片的形式是演播式访谈，1位主持人加2位访谈嘉宾和融合媒体的呈现形式。来，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整体的这个定位与对标。我们的节目定位是一档具有调查性质的新闻访谈类节目，它的对标节目呢也是比较成熟的一些新闻节目，比如说我们很著名的新闻访谈新闻1+1。好，下一页。那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这期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选题。我们来分析一下可行性啊。首先，从2024年、2025年直到上周，甚至是昨天，都会有和解压玩具相关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长效的新闻。解压玩具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其实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个经济考量也是我们考虑在内的。和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制作的目的和意义。其实我们想到媒体，它是具有服务功能，它也具有导向功能。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消费者、每一个人本身的关注，是我们本次在专题片中想承担的一些话题。我们是规定他们每个人发言不超过90秒吗？念下一步，辩论。好，我们下一页，下一页。好。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本次我们这个专题片的受众啊，不管是学生、职场新人、青年白领，还是宝爸宝妈们，还是很关注社会现象、经济趋势的观众们，他们其实都会关注。让我们看看我们的节目亮点。首先，我们会非常注重嘉宾的选择，同时我们在环节上也会有进行创新。哪些创新呢？我们会进行这个新闻节目演播室空间连线加 vlog 新闻加张诗雯这组关于捏捏乐的策划框架还是挺详细的，但是作为开场的宣讲，整体叙述有点太过冗长，更像是学术论文，作为开场并不抓人。是的，对。最后呢，我们还会加入比如说XR演播室的设计，那么这些结合呢，让我们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有亮点的。好，那让我们进行到下一段，就是我们的主体内容介绍。这部分呢，将由我和我的同伴一起去进行讲演。我们会通过4个部分来介绍。第一个小标题是压力山大有妙招。那么我们会通过主持人的话题引入、演播室的互动性采访和 vlog 的新闻小片的形式来进行一个比较轻松的引入。之后呢，我们会有这个新闻记者来深入真正的解压玩具的生产中心，比如说义乌啊、东莞啊这些解压玩具的生产地，来大家一线来体验整个这个解压玩具它所形成的一个生产链条。那么我第一部分解决的是什么的问题，那为什么的部分就交给第2部分的成员子泰来介绍。好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的镜头对准我们节目的第2个板块。那么在这个节目的板块当中呢，风靡全球的解压玩具与被捏爆的焦虑，想必各位老师在拿到那个捏捏玩具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捏爆的感觉了。这是个好互动。那么在这个节目板块当中呢，我们的形式是非常丰富的，也是非常专业的。首先，我们还是以1名主持人为主线，在演播室当中串联起我们的第2个板块的整期节目。之后，我们会放一则短片。这个短片呢，它跟普通的小片是不一样的，是我们精心设计过的，极具趣味性，但是又兼具新闻性的这样一个群采混剪的短片。在节目的制作形式上，我们会采用快问快答、快剪快切的方式，让它符合在小屏端，也就是自媒体端播放的调性。那么当小片播放完毕之后呢，我们将会用到更加直观的数据来为大家呈现火爆的现象。这个时候呢，我们再配上演播室当中所可以适配到的一些技术，比如刚刚提到的XR，主持人会与我们的2位嘉宾，一位心理学专家，一位经济学专家，为大家分析我们刚刚为大家罗列的一系列的数据。那么，当这些光鲜亮丽的数据被大家所熟知之后，难道真的就这么光鲜吗？有没有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呢？那么下一个板块交给诗雯。这个有点意思啊，这个悬念给的。悬念。它的讲述也更加吸引人一些。接到了子泰的数据，在这边我也要补充一个数据。到了2026年，大家知道中国潮玩的市场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市场规模吗？这个数字是1101亿，是不是一个天文数字？对。那我们很自然就可以想到，一个快速膨胀、野蛮生长的行业，在这么快的发展背后，是否有它监管所照射不到的阴影呢？那么第3部分，我们就将聚焦这个部分：热潮之下的阴影，捏捏玩具的质量问题与行业隐忧。刚才在听几位老师交流的时候，我注意到大家其实捏这个捏捏玩具的时候会很注意它的气味，因为它有可能是一些不是那么健康的这个因子来构成的。我想问一下子泰，我们来买这些捏捏玩具的时候，大概花了多少钱？你觉得呢？我感觉看起来好像还挺精美的，是非常精美，但其实它特别便宜，大概每个2、3块钱。哦，这是一个小设计。哦，2、3块钱，不是我们故意去收购这个便宜的捏捏来给老师啊。这个2、3块钱的价格，它确实是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咱们知道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它每一个环节的背后其实都是巨大的成本。那么这么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又有这么大的市场的产值，它会不会带来一些相对来说不那么好的影响呢？那么在第3环节，首先我们会引出主持人去做一个1分钟的串联控场，为我们介绍一下捏捏产业是不是会存在什么问题。然后接下来进到我们的调查环节，我们会聚焦这个行业它是否有一个统一的监测标准。我们对标标准就是国家的这些空气的质量标准。嘉宾站在现场为我们逐条解析，应该怎么去认识它对我们身体产生的影响。哪一些标准对应的是哪一些内容？张诗雯那组他们的选题相对稳一点，他们切入话题的角度
做的方法是非常符合一个新闻专题报道的一个方法。我们这个模式是足够成熟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节目的制作本身，它的框架本身其实已经足够清晰。今天我们讨论的是捏捏玩具，讨论的是解压玩具和情绪经济。那么下一次可能我们可以讨论出张诗雯他们这一组符合我们最开始给到情绪经济这4个字的要求。我们将回归到情绪经济本身这个部分的小标题呢，我起的是叫做“别焦虑，你的情绪能被看到”。我们其实是希望从经济和心理学2个角度来向大家解释低成本同样能够获得情绪解压的方式，以及关于情绪消费崛起的问题。年轻人到底为什么现在愿意为了快乐去买单呢？他们这一组不像之前看的那么兵荒马乱，反而条分理性了，逐层深入，一层一层。当一个玩具真的能解决你的心理问题的时候，这个玩具的存在本身就会显得很重要。这一个有人情味的选题，我相信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切口，去透视到当代年轻人想法中的一角。这里呢，其实我想不仅仅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小切口的解压玩具，包括我们其实对方辩友的这个一些主题。提前引入了，先来一脚。像团播呀，或者是虚拟 AI 陪伴服务等等这样的一些虚拟情绪的商品，都还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的。那么最后，我们希望我们会以这样的一种真诚的呈现，去给大家呈现一份又扎实又可看的答案，形成这样的一份新闻大餐。因为我们相信，看见本身就是呈现，呈现本身是一种看见。在英语的语境里面，我们知道 I see you 其实有一个含义，就是 I love you。我们可以看见你的心理，我们可以看见你的情景与意识。我们也会用这样的一种严谨的流程，把我们的看见，把我们的关切变成一档真实投放的节目，变成一档可以带来收视率的新闻作品，同时也变成一种更加持续、更加有力的、更加深度的看见。谢谢。Bravo， 不错呀。挺好的，可以，没问题。哎呀，他们也长出了一口气。第2组可以做准备。其实第2组会有压力，肯定有。如果第1组表达特别好，那第2组压力就巨大。你上去先让大家放松点，现在放松点，太紧张了。对。刚刚我们进行了一些激烈的思考，那么接下来先给老师还有同事们，我们先洗洗脑子，我们先看一段视频。来了，2种风格了。我说你以前也开过团播啊？没有，他们现在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做剧宣啊、综艺宣啊。于老师，其实这个在底下讨论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炸，但是一旦面临4个特别严肃老师的时候，容易显得有点小尬。好，那刚刚各位看到的这一段视频呢，正是现在正在刷屏的团播标志性的舞蹈，叫做扫腿舞。然后支撑这股热度背后的呢，是一组有关团播的很惊人的数据。我们切换到下一页 PPT， 看他们怎么展开了。首先是每秒30条的一个弹幕啊，相当于是1.5万元每分钟的消费选票。然后每天同步开播的上千个直播间，相当于300个大型演唱会的实时互动量。在一个超投的团播直播间里，他们的流水就能够撬动一家中型企业的一个月营收额。他们这个数据挺抓人的啊！当然了，你看你就能记住嘛，一下就对。对，而且他们直接给，相比上一组介绍了很多，淹没在里边了。对。那么在数据背后，可能大家会在想，团播是什么？扫腿舞是什么？情绪经济是什么？为什么大家会为了团播去买单？我们全部浓缩成了我们今天这组的选题，叫做“方寸之间虚拟礼物里的团播江湖”。封面做的也很好，漂亮的引入。
然后我们今天呢会以扫腿舞这个热点事件，也是近期话题度、曝光量都比较大的，作为我们的一个切入口。从以下的6大板块来进行逐一的抽丝剥茧。那么接下来的第1和第2大板块就交给冯程老。好，首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其实，在这个社会环境当中呢，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其实压力都特别大。但我们解决这个压力最直接的办法是什么呢？年年乐。年年乐干啥呀？那就是花钱。当你把钱花出去之后，它变成了你的情绪价值，反哺给你自身，这就形成了情绪经济。作为影响消费决策的关键因素，情绪经济呢，大程度在现今时代推动了直播行业的发展。团播它作为情绪价值催生的典型产物，它通过它其中比较特殊的互动机制，还有沉浸式的舞台效果，给消费者带来一定的愉悦感，从而推动了整体的消费。那么第3个部分呢？我们在这个报道当中，我们会探究团播如何在情绪经济中成为重要的一个表现形式。我们会思考，在情绪经济的当下，我们该如何去区分理性和非理性的消费。我们也会去分析一下商业他们如何去平衡情绪价值以及利润。我们的主要的受众呢就是青年，然后还有一些商业的从业者，然后次要的受众呢就是社会学者和心理学爱好者，还有一些其他年龄段的受众。我们的报道目标呢分为短期和长期。旁边这一组的汇报开场非常不错，背景介绍和整体框架都很清晰，传播这个热门的话题也很容易抓到人的眼球。那么接下来我们整个节目的框架交给吕佳来说。好的，谢谢。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个表格。那在这个表格里面，我们是主要分为了有7个部分，从先导片到进新闻口播，再到接采小片。第1个专家对谈、新闻小片，第2个专家对谈和结束语这几个部分。这个片子整体的时间是将近半个小时左右。那其实我们的形式设计主要是由主播的口播和背后的数据呈现2方面来进行的，以选秀类型的团播为切入点，以数据为支撑，来引出经济、团播经济、情绪经济的全貌。第3个部分是我们的接采小片，这个部分我们主要想展现的是团播这件事情里如何去引到情绪消费，而在情绪消费里面，大家会有各种各样的状态，比如有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年龄层，用户去观看团播的情况和消费意愿的高低是不同的。那对此，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城市的他们说：“哎呀，什么意思？哎呀，加班加得好累呀，刷会扫腿舞吧。”哇，这个不错，给他们刷礼物了。来了，表演来了，演绎要演起来了。这个小伙子真好，一口一个阿姨叫的真亲切，比我那个不回家的儿子好多了。哎呀，怀孕了，哪里都去不了，就喜欢看美女跳舞。还有小剧场，朗朗真的适合，提供了很多情绪价值。他还有定格。就是我们一些环节什么的，我们会加入创新，可以设置的好玩一点。我也觉得，对吧？我们不要那么死板，就是这个意思。咱们都是能玩活的人，咱们这个组那包的。我们是不是可以来点情景演绎？比如说在最开始的时候有代入感、有共鸣感，也讲清楚了这个东西是啥。这边说这还是新闻吗？那具体来说，消费者的情绪价值是如何转化为消费行为的？那内里的动因又是什么？那接下来由韵玲来帮我们讲解第1个专家访谈的部分。好的。那为什么团播可以在短期之内如此的爆火？那我们接下来就会邀请薛兆丰薛教授，他呢是一位经济学家，同时呢他也录制过相关的这个主播职场竞技秀的这样一个综艺。所以说，我们一致认为他的深刻见解是可以助力我们将情绪经济与团播的这个点挖掘到极致的。这是我们列的一些专家对谈的一些大方向的问题。那第1个点就是团播为什么可以让千万人甘愿为虚拟物品去进行一个付费？那其实现在随着这个社会环境的变化，人的孤独感是有提升的。那其实团播它是一种交互性非常强的模式，它营造出了一个小型社会的感觉。那这种模式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填补了人与人之间的那方面的社交空白。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情绪的宣泄出口。没错，对。
那第二个点呢，就是在团播的这个场景里，情绪经济扮演了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它是如何运作的？其实，在这个我们中国的演艺圈里，我们的这个造星主体是经纪公司。但是呢，在团播这个过程当中就不一样了，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是造星人。比如说，我们进一个直播间，这个主播我太喜欢了，我就给他刷礼物。那在这个过程的同时，我们会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情感需求。那这种情感在某一方面，它也会让渡成为一种消费，增强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一个消费粘性。大家的逻辑思维都特别的清晰。对。那第三点就是在不同的年龄层的用户当中，对于团播的情感需求有什么样的区别？其实团播的核心价值呢，就是我们花钱去买情绪价值。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诉求，就是我们希望被认同、被理解、被看见、被连接。那这样的一个模式，其实也是团播非常符合大众心理。他们这一组除了很吸引人之外，而且还把团播这个课题研究的都蛮透彻的，提出的这些专家对谈的问题也是有一定深度的。现在有很多人，他们选择了投身到团播这样的一个事业当中来，其实也另外一方面说明了团播这个事业让年轻人脱下了所谓孔乙己的长衫。我们对于成功的定义更加的广泛了，我们不再执着于我们传统的高学历。唐征他们这一组关于团播正向的、负向的，他们都有表达，能看到他们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哦。非常好。接下来这个新闻小篇，我们会采访一定的团播主播，去展示他现实的一些困境，进一步的指出，比如像现在团播出现的一些问题，内容低俗化、诱导性消费、数据造假等等的乱象。独木不成林，三方可成行，三方合力分别是从监管层、平台和从业者。监管层的话要树立更加强性刚性的规则，平台呢也不能只是做流量的中介，那么从业者更应该明白，直播江湖如果想要发展的更加的长远、更加的可持续、更加的健康，那么还是要回归到最初的本心，就是情绪价值的可持续性的供给。那其实说到这里，屏幕渐暗，灯光熄灭，24小时不停歇的扫腿舞也终将会有落幕的那一天。但是方寸之间的屏幕，它所源源不断提供的情绪价值是不会停歇的。那如果说我们想要这个团播经济，它向着更加精细化的、丰富化的情况去发展的话，还是要回归到最初的本心，那就是有责任感的传播情绪价值。这个是我们对于整档节目的一个思考。最后我们想跟大家说，礼物满天飞，只为心情美。上头狂刷钱，钱包瘦成鬼。没想到看的忘词儿了。这个情绪价值就拉满了，这就。没想到看过瘾，下手得清新，特效迷人眼，管控得抓紧。所以在今天这场活动当中，大家拼死啦！哎呀，老师们的喜悦要溢出屏幕了，这感觉是饭后甜点，还送了一个，这也太能抓人了，首尾还呼应了，对。哎呀，对面的情绪又紧绷起来了。我们其实两组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从组长就能看出来。我们这边就是比较纯粹新闻一些理性的角度，那边肯定是要打，那边整花国肯定是要打情感的，朋友们。没关系，我觉得我们把就是最坏的点已经想到，我们就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个上面，我们去做好准备，我们肯定能赢。其实也有预判，都知道自己的优势是什么。汇报的时候，各自的优点非常鲜明。那我们双方小组的选题发布讲解非常出色的完成了哈，真的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情绪价值。接下来就给大家一共45分钟的时间，马上就要进入之后那一轮的一个考核。要辩论了啊，就是一个自由辩论的形式。辩论题目就是我们组的选题就是好，好在哪儿？这么直白吗？这。有理有利有据。那每一次每一个人发言的时间不超过90秒。那顺序呢就是你们组来一个，然后你们组这样交替进行，然后等一下辩论时间是30分钟。接下来火力全开。
老师，我有个小问题啊，就是我们在探讨的这个过程当中，能不能去跟对方讨论一些对方节目当中的一些问题？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可以质疑对方。你能不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对，因为确实我会有1、2个问题想要跟对方交流。我觉得只要不是攻击对方，说对方的问题是可以的。这个难，这个纯随机。大家一起来找茬。这个质量真的有问题，我在玩了这么一会儿就变成这样。怎么呢？黑了，就已经上面都没有了，弄了一手。哦，掉色。不是，我跟你说，你捏错了，这个不应该打开的。这个捏是在那个塑封袋里的。对你不能打开。捏塑料袋有什么意思呢？没玩过。也能捏啊，有手感就好啊。啊，是这样的吗？完了，我的送你。我不要，不能再捏了。姿态跟老师呛不去。啊？老师，您可以发会儿土味直播。走吧。走吧，那我们去吧。咱们就在这儿聊吧。好，我们就在这儿。行，那我开始计时了。好。哦，不是立刻开始啊。对，45分钟准备。这不让攻击，有点削减战斗力啊。你只要不是那种人身攻击就可以。来，屋里咱们来说。这个时候，王玉就特别有发言权。王玉可以把自己一肚子火的，真的是表扬吗？就是他擅长提出问题，提出问题，但又不用帮对方去解决问题，他太擅长了。刚听完不一样的观点，就是可能下意识有点攻击性，咱们先平复一下情绪。然后第二个就是咱们这回整体的一个思路，就不要太有攻击性。我觉得应该是讲我们这个节目到底怎么好，就是它其实是这个辩论，除了你攻击对方，还是一个很重要能给自己拉票的环节。就是我觉得我们关注到我们本身的优点，然后我们说完了没有优点以后，我们再开始跟对方讨论。徐攻击，咱们也要做这样一个准备，他没法让咱们把1轮2轮都说完。哦，对，精准的内容，好的内容想起来就先扔，想起来就先往外扔。没问题，没问题。来，朋友们，就如果按照咱们界限点辩论的思路，我们要立论。就是我们立论首先要先立住，比如我们要有3个非常简单清晰，让对方记得住的点。5分钟吧，来吧，来吧。他们3个负责说优点，王玉负责攻击。这个准备时间挺紧张的。可以，我们就是。天哪，我从来没有打过辩论。怎么办？我根本不知道怎么辩论哎。啊！你要对自己的选题有信心。但我在想，一个人站起来说90秒，我感觉我说30秒我就说完了。没有，90秒很快，90秒很快。真的吗？因为我们今天的辩论其实不是传统的辩论，传统辩论其实是坚定自我，反驳对方。但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坚定自我，我们真的很好。哎，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子？我们先列个提纲，比如说节目的形式、节目的内容、节目的什么点，我们每一项都好在哪儿，我们都给它列出来。比如说第一个，每个人都列自己的，然后把它按顺序整合。OK。就是辩论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能被他们带着走。我们的立场就是我们好，但是他如果一直在说你们不好，我们不要陷入自证的陷阱。OK，明白。我们就说自己，我们就专注自身吧。我们就自个儿好，我们就是好，就是好，确实好。对，主要还是说自己好。这里边有辩论队的，雨佳是辩论队的，我记得。怎么突然对雨佳的印象就好了起来？不是同行相亲吗，哥？没有。团播这个选题的本身，我想的第一个是因为它新、它热、它有曝光和流量，对。然后它也会迭代出新的形式、新的爆点，它其实是在越来越爆。对。就扫腿舞只是其中一个而已，所以我觉得团播未来的发展是值得被讨论的，所以我们才会做这个选题，想到一个很好的小切口去切入，就是从义乌调研，然后以小见大，我们五毛帝国里的那个策划，其实最后聚焦到了情绪本身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升华和点睛，然后也引起了我们在社会大众的思考，同时我们给出了大家对关于情绪的解决问题，我觉得这是一档有温情的节目，不仅仅只是在哗众取宠。他们太好笑了，他们说做有温度就不是哗众取宠，那哗众取宠在说谁呢？这叫暗藏讥讽。暗藏讥讽。
然后我们的节目是兼具的，我们的群彩混剪的小片是极具网感的，同时又兼具可以在大屏端播放的新闻性的。但是，一档节目怎么可能又有趣、又严肃、又深入、又调查？他们有点想得美了，但是他们做不成。形式为大，内容为王，内容才是我们的核心诉求。 Yes。我们的这个选题是目前时下非常爆火的一个热门选题，就是有时效性。说到时效性的话，我们可以提供这么一个证据：团播的一些新闻报道是要比捏捏多出很多。咦，拉踩了。要精准，不是多出很多，比如说翻了几倍。我搜到了，我现在截图。对我们的所有嘉宾选取，其实是对于我们的本身的问题，丁是丁，卯是卯来，一个萝卜一个坑来对应的。就是我们的专家是吻合单一，但是具有穿透力的。我们有落地性、猎奇性、可迁移性。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它的消费者的群体足够广，有经济消费能力且有分辨能力。给我们人，给我们批资金，现在我们立马就可以开工干活。就说明它有社会价值，有社会意义，必须得做。是由浅到深的，贴近生活的，随时随地就可以看到的。还有什么角度？还有什么角度？如果对方先过来攻击咱们的话，该接要接。他们说什么我都能接得住，我就要拿到那个总结的点。我们坚守立场，守土开疆，随机应变。我已经准备好了。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都好强呀。时间差不多，让他们准备过来了。好，我们 OK 了。哇，这么快？哎，对了，我们要先决定顺序，要不我们先说，你们觉得呢？还是让对方？他们先说吧。他们先说吧。然后玉哥第一个说话。好。那他可能直接就攻击啊！太好了。我感觉玉哥第二个说话就挺好的，咱们刚才是第一个，那现在就是让他们吧，他们先吧。玉哥第一个说话。王玉刚说他们说什么我都能接得住，我现在很期待。接下来看王玉的 show time 了，火力全开呀！嗨。我看到 Deep 老师了。Deep 是谁 ？Deep Seek。哦，D 老师，查找辩论技巧。我看见周公了。好，那下面呢，我们这个环节的考核就正式开始了。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的一些标准跟规则，就是总的时间30分钟，顺序呢就是这样交替进行。记住，我们是 vlog 新闻，我们的重点还是在新闻本身。你们如何在5分钟到10分钟做一个有深度的方案内容呢？那么我们想问，你们是除了选题以外没有别的亮点了吗？太可怕了！新闻是什么？内容为王，形式为大。每一个人每一次发言不要超过90秒钟。那你们刚才双方是不是已经定好了谁先开始？你们定好了吗？对方先来。好，那你们先开始。好的，旁征组先开始好吗？好，你们要准备好了，你们就随时开始 Q 一下冯林，他计时就好了。开始了。各位老师好，对方辩友好，我是团播组的李雨佳。我认为我们从3个方面来聊一聊我们本身的选题。首先从团播的选题本身方面，这个选题足够新，有流量，而且它会更新迭代出不同的形式，比如从之前的聊天到卖货，再到如今的选秀，所以它未来的发展是值得被讨论的。而第二方面，我想聊一聊我们新闻的产出意义和特殊性。我认为团播是情绪经济里面一个比较特殊的组成部分，是互动性、跟风性强且有用户粘性的经济趋势。它属于情绪经济里面有关于权力、掌控和支配的部分，所以压力性的情绪经济有许多平替，而团播直播的实时互动和选秀具有不可替代性。列论列得很好哎。最后我们想说一下我们的落地方面，我们的落地性是很强的。当我们在看一个新闻评述或者说一档新闻节目的时候，我们想在一个大的平台、主流媒体的平台想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可能想看到的是在权威平台对于一件问题的深度解析，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接触不到的专家、接触不到的观点，在这个地方有思维的碰撞，而主持人在里面充当一个嘴替的角色，来帮观众问出一些问题，而非说我在形式上一味的进行创新，不回应或者说较少回应观众的一些情感关切。好的，这就是我的发言，谢谢。Bravo， 对方都开始鼓掌了。
哎呦，世文说：“你给他鼓掌。”来吧，玉哥，玉哥开火，玉哥。好的，我想跟大家其实聊一个我们一开始在构思整个策划案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最关注的，也是我们很骄傲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于结构本身意识的这样的一个构建。我们策划案的目的是什么？是让大家让所有的审片的人，或者说让制片人，他可以在短时间内了解我们想要干什么，我们会做什么，我们会用什么成本、什么样的方式去完成。那么从我们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思路来看，主题、标题、片长、定位、对标、可行性、制作目的、意义、受众、亮点，它具体内容和人员分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短时间内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做什么。而在具体的节目主体内容里边呢，我们还运用到了非常明确的结构意识，不管是我们戏剧里边很常见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尾，还是说我们用比如说经典的戏剧的理论，立主脑、剪头绪、密针线、脱窠臼，那我们通过这样非常紧密的结构呢，让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片子不仅用非常严谨的方式呈现给大家，而且我们的结构是有对象意识的，我们是有问题意识的，我们是有主题意识的，而且它是一个可落地的内容。好，这是我的内容。对面愣了。刚才对方讲到你们的这个整体的框架，你们觉得特别好，但是其实刚才对方在讲述的过程当中，我留意到其中一个点，就是你们有提到你们的内容是希望可以在新媒体平台上播出，同时又可以在大屏端播出的。但是我觉得这两个不同的平台，它们其实中间是存在着一定小小的差异壁垒的。那在这个方面，你们是怎么去界定的呢？好问题，你们优先谁？那另外还有个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主题就是非常好。我们的这个主题它是具有故事性的，很多时候人是感官动物和听觉动物，在我们听到一个东西或者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会第一时间觉得这个是我们好奇的，这个点是我们想去了解的。那我觉得像团播这样的一个平台，他们同时给我们呈现的是更具有所谓的音效、妆发，然后再加上更多很惊喜的部分。新闻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它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随时打开手机就可以看到，它是我们感兴趣的，并且猎奇的。谢谢。我简单回应一下对方。新媒体和主流媒体因为平台不同、播出形式不同而造成的很多的问题，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探讨了好久想要准备的一个问题。因为首先我们运用了 vlog 新闻的形式。什么是 vlog 新闻？其实从康辉老师和刚强老师在一开始做主播说联播和大国外交最前线的时候，他们就会用一种非常新闻式的视角，但是用一种非常人格化的语态来进行展现。所以说呢，我认为这个表现形式既是一个可复制的路线，又是一个可以被检验的内容，也是一种可以被表达的一种形式。那么我们想，既然有这样的前辈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复制机会，那我们年轻人为什么不用这种好的形式来进行展现呢？同时，我们并没有因为我们兼顾新媒体而忘记了主流媒体。记住，我们是 vlog 新闻，我们的重点还是在新闻本身。所以说，我们又摊了一张大饼，同时呢，每一个上面都有它的美味。好，举例子还是辩论里比较有效的一种方式哈。他其实是有内容的，但是他说话有点绕。对，有很多大词儿把那个内容稀释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真的拍过 vlog。vlog 它的最大特点是什么？是真实性，是带有主观的。但我们做新闻是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客观的。你看他就很精炼，很精炼，一句话就说到痛点。你如何保证你在举着个相机走进去这个工厂的时候，你保证你所看到的东西你都会展现给观众呢？我说一下，很不巧，就是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写的就是 vlog 新闻。vlog 新闻它的什么特点呢？首先 ，vlog 新闻就是有主观性的。那么 vlog 新闻它是结合新闻和 vlog 来进行融合的一个产物。
所谓的新闻，它之所以高高在上，是因为我们主持人本身他其实跟观众是有一定距离的。但是如果说当我拿着手机 vlog 新闻来跟大家进行交流的过程当中，主持人以第一视角带着观众们进行一系列的观察和探访的话，它就会对我们造成更多的吸引。同时呢 ，vlog 它本身还有社交属性，主持人和观众和身边的采访的对象的一系列的交流，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社交方式，或者说被我们认可的一种社交方式。所以说 vlog 新闻之所以成立，它不仅仅是我们写在这个策划案里，它还有学术论文的支撑，同时呢，它也有很多新闻的案例来去告诉我们 vlog 新闻它是一个非常值得存在，而且很有研究价值的一个课题，也是一个可以实现的对象。厉害。谁来反驳？然后叙述结束之后，看他们怎么回。如果他们回说质疑了我们的问题，那我们这边就要你们2位，要选择一个人，要先去反驳一下他们，就是先反驳他们的观点之后，再叙述我们好的观点，不要讨论他们的话题。对，这是打过那个辩论经验的，就一回应赶紧回来。对，回到自己的己方战场。好，那我回应一下对方辩友啊，因为刚刚你说到了，其实我们并没有去细节上去说出你们到底有哪些问题，因为不说是代表我们的尊重，具体的评判会由老师们来进行分析。我们的坚定立场是我们的节目好，所以我们更加专注于说我们有多好。不是说不说你没有，是我们不说。干得漂亮。然后再回应一下你刚刚所说的结构的问题。结构，新闻是什么？内容为王，形式为大。形式是你在审片的时候，是你快速的想要向制片人提交你的报告的时候，你的出发点和侧重点。但我们的出发点是为了传播。我们一直在策划的过程当中，我们想的是新闻追求的是什么，我们传播的是什么，以及通过这个选题，我们想向受众去表达的它的价值、它的意义是什么。这就回来了，回到己方的传播优势。新闻是新近发生的所见所闻，我们的选题是具有时效性的，是现在的爆点和热点，这是我们在选题上去做的一个功夫。而且我觉得选题它就是决定着这条新闻的一个核心的质量。不断强调这一点。跟热点吗？对，新闻专题，你得新的，你得热呀。相比较于对方组，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其实就是我们这个选题的热度、时效性以及它当下的话题曝光度。我觉得这个点我们是可以稳抓的。对，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式去验证这个点，因为我们一档新闻的成败，不就是选题吗？对啊。内容为王，因为我觉得形式一定不能大于内容，内容才是我们的核心诉求。确实，抓耳挠腮呀，这是。把我玉哥说急了。我来说一下吧。就对方说的选题是不知道有没有说我们不新的意思，但是我们关注到就是现在央视网、新华社这些主流媒体在7月15号前后都发布了关于这个情绪玩具它是否存在问题这样的一个调查性报告。并且我们知道，像脱贫攻坚这一些议程性的新闻，它其实这个新闻的时间有5年多的时间，我们也不能说它不是一个新闻，这是第一个点。有做防守啊，对的。另外再说到对方辩友所说到的，我注意到了猎奇这个词汇。我们相信我们的受众，我们相信受众是需要我们这样一种严谨的信息呈现，我们也相信我们的受众他们是有这个辨别能力，从中获取他们需要的信息的。那我们可能就是真诚一点，谦恭一点，把我们可以收集到的所有的专业的信息以专业的态度呈现下来，并且我认为我们的节奏纵控，既然这个戏剧是有戏的，新闻的节奏是有戏的，那它就是好看的。我们有信心把它做成一档循循善诱的、丰富多彩的，并且严谨扎实的节目。而且我补充一点，我们的节目不能说。给他们了。我们没有 ，sorry。交替发言。其实我认为我们今天 focus 在的点是选题，然后刚刚你也提到了，
你看过的一些主流媒体的平台，但其实我翻阅过了这几个主流媒体的客户端，然后我总结出这么的一些数据。在新浪微博上，最近的一条关于捏捏的新闻是7月22号，而关于团播的新闻是昨天的下午6点10分。上数据了。第二个我可以搜到的是人民日报的客户端，关于团播最近的新闻是7月20号，而关于捏捏最近的新闻是5月28号。第三个是今日头条，关于捏捏最近的新闻是5月28号，而团播最近的新闻是2个小时前，是2个小时前，哇，干得漂亮！谁新？太狠了，刀刀见血呀！谁新？一目了然。这种是最狠的，上数据在辩论里，这就是数据的效果。冯程朗发言都说的挺点子上的。你看啊，我对比一下啊，各个平台上一次报道你的新闻，我觉得有点超过他第一次选题的表现比较多。就是我觉得对于我们的选题，我们是首先要具备这个就是新进的一个事实。我觉得我们的选题会更加离我们更近一点，而且我们选题的受众会更广泛一些，它包括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地区。但是数据显示，其实捏捏的整体受众大约集中在3岁到15岁的小孩。那你们这个新闻，它背后的受众还会有哪些人呢？太狠了！不好意思，我来回应一下对方辩友的那个刚刚说的问题。其实我发现对方的几位辩友一直在非常强烈的去强调选题这件事情。那么我们想问，你们是除了选题以外没有别的亮点了吗？进行攻击绵里藏针呢。其实呢，刚刚我们的这位同学一直提到了说选题，我想重新强调一下，我们这次的一个 pre 的形式，其实重点是强调在一个新闻栏目的策划会，而不是仅仅是选题会。当然呢，针对选题，我们也会给出有力的一个回应。像你们提到的团播的这个选题，我们其实非常认可你们的选题，我们觉得你们的选题非常的有趣，也非常的新颖，同时具有时效性。但是呢，我们觉得有一点点的遗憾，可能在听完你们的 pre 之后，我们觉得你们并没有特别深度的挖掘出来团播这件事情和我们的情绪经济之间的一个深度的链接和关系。这是论点的攻击了。对，评委可以。同时呢，也没有给到我们的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更多的一些启发和建议。当然，反之看到我们自己的节目呢，我们其实选择了一个比较守正出奇的这样的一个选题。刚刚对方辩友提到说，觉得我们的这个话题有一些老套，没有特别强的一个热点性。那么我们其实，在刚刚的讲解当中，也一上来就点明了我们的这个话题是一个长效性的热点话题，它始终具有一个比较高的社会关注度。好，对方辩友虽然整体的表述非常的温柔啊，但我觉得攻击性也是一点都不差。首先回应一下，其实我们一直在说选题，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就选题一定是重要的，所以并不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其他的亮点，而是因为我们把最重要的放在最先说。接下来我相信我的各位的同事，他们也会依次的去论证我们其他的一些亮点。那我就要说到第二个亮点了，就是新闻的价值，因为新闻的价值就是能够体现出我们在前期策划到中期播出到后期传播，它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整个节目的完整性以及它的意义和价值感，最终去看这条新闻它到底有没有价值。那团播这个事情，我们如果能够通过新闻的形式让更多的人看到它，我们就能够让这件事情形成一个更加正向的循环，它能够更加的规范化，能够更加的合理化、精细化，也是从生产到消费的这个循环，去以消费倒逼生产，让它向着更加精品化的内容去发展。当然，团播一定是有好有坏的，但是潮水退去之后，我们知道谁在裸泳，不好的会被淘汰，那能够优胜劣汰出来的，就是我们最终所需要的内容。谢谢。我的妈呀！厉害！唐征老师真的针锋相对呀！刚刚对方提到了一句话叫做可食性，那么我现在有一个非常想要虚心请教的问题。刚刚看了大家的表演，我想知道刚刚的表演是可以搬到东方卫视或者同等类型的上星卫视的新闻节目当中去进行演绎的吗？加班加得好累呀，刷会扫腿舞吧。哇，这个不错，给他们刷礼物了。人家在宣讲啊，对，人家在呈现这个形态。有人回答我吗？好，我来回答。
因为我们的表演只界定在我们的宣讲模式，并不是说我们的节目。所以我觉得你们同学，我们的模式是你回答完之后要坐下，然后我来反驳你，谢谢。然后我说完，你可以再次站起来，谢谢，请我们尊重规则啊。哇，气场拉满了，女王范儿。然后刚刚其实我们在强调一个点，我们已经把选题这个点过去了，但是你一直还在不依不饶，是不是也觉得我们的选题其实确实是更新、更贴近生活以及更有价值的？哇，庞总也太会了，干得漂亮！然后再来一点呢，你刚刚说到了一个完整性，完整性是什么？是在我们可操作、可落地、可实行的范围内，能够把我们的每一项节目和结构内容能做到小而美，而不是大而全。有的时候呢，什么都想要，可能会害了你。结束。你看看这个经验不足啊，小伙子，送到枪口上了。我来回应一下。我们其实先回应第一个问题。刚才对方说到了新闻价值，我们来说新闻价值是什么？实心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趣味性、真实性。其实我们在真正的每一个讲述的板块，我们都讲到了我们的新媒体的方式，我们可以趣味、真实、接近。那我们本身的讨论呢，它是一个长效论，它具有实心性。那同时呢，本身这样的一个话题，它的经济啊、文化问题啊，它其实很具有重要性和显著性。所以说，我认为我们的整个的新闻调查的这样的一个片子，它背后它其实具有非常浓厚的新闻价值。那么，如果对方你们来通过新闻价值来反扣一下自己的话，对方能不能做到这6点呢？哇，他真的，王玉特别适合做学术性的主持人，你看全是各种名词，就是他是一个学术语态。那其次呢，我最后还想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对于嘉宾的选用问题。这个是我们刚才没有提到的一个点。我认为呢，我们用了3个嘉宾，一个嘉宾是连线，2个嘉宾是在现场跟我们进行互动。但是呢，我们在整个的嘉宾所有的对话过程当中，其实跟对方比起来，对方一个嘉宾他要回答很多问题。但是我们的每一个嘉宾呢，他在每一个环节都有精准的用到的地方。同时呢，我们不会浪费嘉宾他自己的这些才智、他自己的观点、他所想表达的内容。所以说呢，我们把每一个嘉宾他的所有的问题设置到了更加跟他匹配的环节。同时呢，我们每一个环节都会跟他进行勾连。对。好的，我来先回应一下我们的嘉宾数量为什么只选择1个，是因为我们把最主要的部分都放在了采访和访谈的部分，我们想把更多的时间去花在一个嘉宾的身上，然后让他从不同的角度，比如说从经济学的角度，从网络视听的角度，我们选的一个嘉宾也是他也本身是具有多面性的，我们想通过跟他的长效和长时间的交流去跟他进行一个沟通。我们知道这个最后的节目呈现只有30分钟，对方的所有的形式加下来，我估计每一个部分的加起来的内容应该就是5分钟到10分钟左右吧。你们如何在5分钟到10分钟做一个比较有深度且有意义，且把每一个嘉宾都用到实处的方案内容呢？还有控场，我看他时间快到了，庞真微微压了他一下。对方辩友，我感觉你好像预判了你们的专家提前会说什么。这是什么？你邀请嘉宾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薛兆丰薛教授。哎呦，现场拍下来了。而且他们预设了专家的问答。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快这点。严损新闻的客观性。并且，因为我确实对你们的选题真的非常感兴趣，所以其实我有一个点想问，就是传播这个东西，它赚钱盈利的模式是什么？这样的一种商业模式，它算不算某种程度的灰色地带？但是我看刚才对方辩友在 pre 的时候，我好像有注意到你们会认为这是一种脱下孔乙己长衫的一种方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考虑在跟嘉宾的选取和访谈里面去提到这一点。思文其实每个攻击都到了要害。薛兆丰教授好像是研究宏观经济学的，我们觉得你们的选题是一个社会学属性非常明显的一个选题，所以其实我也很期待看到一些真正的专业领域对口的、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一些专家来做对应的一些分析，这是我们想提供到的一些启发和建议。哇，这个薛老师要是听到了，薛老师会说我可以。薛老师做经济学的大众传播，就是在社会现象里去找经济学的原理，找切口。最后3分钟。好，我先说一下这个预判的问题啊。其实凡是做过节目的人，无论是主持人还是编导，还是作为一个节目的导演，预判一定是需要的。
但我们预判的不是具体的，它一定逐字逐句它要说什么，预判的是一个方向，预判的是一个话题，预判的是这个事情可能的走向，以及我们到时候去临机应对的一个办法。哎呦，庞征真的是今天表现得很好。再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很好？其实是从几个不同的方面。首先，我们的选题足够新，而且它具有更大的话题曝光量。其实，在传播还是在这个新闻报道的价值上，它是具有先天的优势的。然后再来，它的信息更加的真实和全面。我们既有线下真实的探访，也有线上的一个现场的对谈，以及我们的数据都来自于真实可靠的官媒的数据。再来就是在结构形式的设计上，我们整个框架逻辑是层层递进的，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所以它的选题新，它的逻辑轻，而且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把它做好。这是一波很好的防守，庞征一直是防守。既然是最后1分钟了，我们就缓解一下大家的情绪啊，我们一一回应一下对方的问题，然后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其实我们非常认同我们的预判是要存在的，包括因为我们有了预判，我们才可以选择嘉宾，对不对？但是预判不应该成为主流，对不对？什么意思？我们在对方的所有的问题当中，我们会觉得，如果这个教授他不是薛兆丰，他是任何一个人也可以，他可以是吴晓波，他可以是施展，他可以是项彪等等等等。是。但是这样的预判，我认为他应该我们带着预判的想法去找我们对应的人，然后呢，让每一个人的采访来去反哺到我们的新闻当中，所以他才可以碰撞出更有意义的内容。我们来回到策划案本身，其实这个策划案本身，我们想要说什么，是我们能去有一个提案的能力。那这样的提案能力，它会展现出我们真正有去把这个片子做出来的能力。那么它的展现的标准就是说，我可以清晰地呈现出我想要表达的内容、主题、结构，我的所有的考虑。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结构的完整性以及我们对于主题本身的坚持，让我们做到了这一点。还有我们的配合，还有我们的配合。好，谢谢大家。很精彩，很精彩。可以。我先说一下，大家的辩论非常精彩啊！像我这样一个日常非常淡定、心跳很慢的一个人，此刻心跳比刚才明显加速了很多。我非常兴奋，兴奋的原因是我看到你们每一个人的优秀和未来的可能性，而且我能够明确地感受到你们每个人都有着非常丰富的阅读量，是未来你们做所有节目的一个基础、一个宝库。我觉得确实，我们4个人非常统一的观点是，觉得你们这2组完成的都相当好，真的，其实是超出我的预期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完全真的啊，真的实话实说，超出，比第1期的任务完成度还是高。对，完成度要高很多。这么短的时间，当然不是说没有缺点啊。薛兆丰是一个好嘉宾，但让他打全场，对他要求真的很高啊。又要讲年轻人的心理状态，又要讲经济，然后又要讲未来的趋势，他一个人讲不了那么多，能完全代表你们这整个的报道的观点吗？你们这里面有一个部分叫传播江湖的争议与破局，那既然是争议，就说明观点应该是来自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吗？对，是的。那你选择一个专家来阐释不同角度的观点吗？你能不能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一下你们这档专题片最终要传递给观众的核心思想？一句话。啊，让谁概括？4位，随便谁回答都可以。一句话。看见情绪本身背后藏着庞大的生产力和很多的问题。搜集了这么多的背景信息，有这么多的想法之后，最后要理出一根清晰的主线，想一想，我能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把我想要讲的内容传递给观众去听，而不是堆，玩命的堆，不管是堆形式也好，还是堆背景也好，还是堆内容也好，就是堆，感觉我很厉害，哎呀，我能搜到别人搜不到的东西。是的，要有化繁为简的能力，不要给观众出难题。这个对主持人还挺重要的，因为主持人说的话就是要想办法让你记住，对，而不是显得我在滔滔不绝。对。哎呀。
OK， 刚才这一段宣讲加辩论，有些人其实展现出了之前我没有认识到的一面，对，然后有些人还是依然如此，依然如此锋利，依然如此引人争论。是，聊聊看谁印象特别深刻，他们表现怎么样？志胜，我其实对冯承朗印象挺深刻的。因为咱们平时看着他就文文弱弱的、彬彬有礼的，但是他上来之后那几个数据给的又准，然后攻击的又是对方刚刚提出来这个东西，而且又把自己方的很好的东西又给传递出去了。是，我觉得他那一下真的让我看到他身上不一样的那种东西，锋芒，锋芒，对。之前我印象就是觉得他眼睛好看，对，朗朗那个小眼，那个眼睛圆圆眼啊，好可爱。但今天讲像匕首一样，对，扎出去，直击要害，所以他那一下其实还挺出彩的。我对庞真的印象特别深刻，特别是侯子泰问出一个那个说你们这个能在上星卫视播出之后，庞真起来反驳，说我们这个只是一个宣讲的一个模式。然后侯子泰还想反驳他的时候，他说我们的规则是你说完就得坐下，然后我说完了你可以站起来反驳我。就那一刻，就是他的气势上已经压过对面了。对，而且声音也不大，就很柔的声音。他很温柔，但是在这种辩论的场合里面，就感觉是不跟你过多大声的说话，但是一直都是在一拳一拳打到你的痛点。是的，真正的锋利是内容，形式越温柔，那个内容啊越是一击毙命。子琪听完之后对谁的印象深刻？一开始我以为捏捏乐这一组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演讲，但发现好像团播这一队从开始选题到演讲到最后的辩论，一直好像是压着对面在走，有这个感觉啊？全林老师是不是有这个感觉？碾压剧。对，我这一期我特别在关心张诗雯啊，因为她第一集出来的时候，其实给了我们那种有担当，对，掌控感。来，你听我的，我们就这么安排，对吧？但我觉得她这一集在当着队长，但我明显感受了她的社交压力。就是我怎么能够把我的团员，把他们的优秀都能够呈现出来？但越是这样的时候，他有可能就是你统合整个团队的观点，最后要拿成果的时候，可能就会处于相对比较弱势的状态底下。但我觉得这样的初入职场的社交压力，其实大家都会有吧，又要竞争，又希望能够有比较好的人际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还是挺普遍能遇到的一个问题。诗雯是，你们都不关注玉哥吗？那你说说呗，我们都等着你呢。玉哥难道印象不深刻吗？玉哥印象很深刻，深刻到大家都不好评论了，是吗？玉哥别听，是恶评。你怎么这样？其实我对玉哥印象是很好的，在今天这个表现之前的话，其实玉哥之前给人感觉非常稳，而且他的内容的深度上是有明显优势的。但是今天确实，我确实感受到了一个他的小小的短板，就是他有的时候形式大过内容。对，他说话云遮雾绕，对，然后3大段了之后，你听上去觉得句都是对的，但是拎不出来，他那核心在哪？而且他在整个的团队的沟通的这方面，我觉得他是有他的执念的。啊，对，有他的执念。子泰说的特别对，就是看着委委屈屈的，但大家都得听我的。我感觉子泰那句话还挺准的。我理解智胜他表达那个核心，其实在这个论点上，其实我也是支持玉哥的，但是他的表达方式，对，他的说服力不够。他不是用事理说服，他是用负面情绪施压的方式。他好像有一种行为习惯，我觉得他既没有故意这样，但他生活中可能是这样的性格。其实我说实话，他的观点是对的。他如果踏踏实实一点一点摆道理，把它讲清楚，是完全给打开天窗说亮话，那这个团队里马上就会形成合力。其实另一队就是这样。但是当他使用情绪施压的时候，他会让身边的人很难做。身边的如果也用事理吧，你跟他错开了，身边的人也只能情绪施压。那身边的人都情绪施压的时候，最后就比委屈了。好，做他，就到另外一个很拧巴的一个状态里了。这边其实子泰和诗雯已经敏锐地嗅到这一点，他们用他们的一种开朗和幽默停住了继续往下滑的那个趋势。但如果真的大家滑到情绪漩涡里，他们才需要解压玩具。他要练说服力的。对，
那这一点他可以多看看我们刚才关于逆风局的讨论，看看能不能在这10几天1个月的过程当中也打好你的逆风局啊！玉哥啊，加油！我看好你啊，我是真的看好你啊，好好加油！接下来到了我们要履行我们加油团职责的时刻，我们要猜测在刚才这一轮 PK 当中，获胜组是哪一边，并且在他们的照片上盖上我们的 offer 印章。上面一队庞征，下面一队诗文队。我们在刚才这一轮宣讲和辩论的过程当中，觉得庞征队，也就是做这个团播队更占优势的。3、2、1，请举手。这个很难，这么一致吗？盖章吧，好不好？盖章吧，盖章吧，真的。我们要不就超越，好不好？好。我们这儿有一枚 offer 印章。我。好嘞，谢谢超越。哇，我们这一轮选择史上最快吧？最快。稍微有点明显，就是那个子琪说的，一路压着打。一路压着打。到这个时候要突然给我出来个反转，那我们就直接看一看，好不好？看看有没有藏而未决的部分。来，我们来看下一段 VCR。我们去小会议室讨论一下。好的，谢谢老师们，学到很多。你们回到座位就好了。谢谢你们，很棒。谢谢老师们，学到很多，谢谢老师们。真的很厉害了，真的很厉害了。谢谢老师们，真棒。好，我们去讨论一下。好的，老师们再见。你们辛苦了，我觉得我们你们也辛苦了，太累了，太不容易了，优秀。对，好棒，冒犯了。每次王宇讲话我贼害怕的，因为他特别像那种老师，我就觉得我肯定说不过他。我觉得你像带教。每次他站起来，我觉得他作用就是缓和气氛。子泰是那个捏捏乐。你那个劲儿很有意思，很幽默。你们组3位就是很温柔、缓缓叙述。我们都完成得很好，都很厉害，太厉害了。走吧，回去吧。你很棒，你真的是个很好的组长。没有，雨佳姐语速太快了。真的吗？我自己感受不到。特别快，好害怕呀！人间机关枪，最美版。但是我说话语速快，而且很鲜丽。还是非常到位的，很好。所以咱们是要给他们评个分儿，应该是评出哪一组胜的人胜组每人10分。我觉得不用打分了，反正我心里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我有很明确的答案，该不会跟我们是同一个答案吧？我可能和你们不太一样。张老师，你这反转在这儿吗？张老师。我说一下我的想法，我多少是偏捏捏乐的。庞征这一组，他们更多的给我看到像一个行业如何健康发展，我没有看到他给到我的一只扫腿舞背后的百亿市场。情绪多，经济少啊。我们讲的情绪经济的这块东西少了一点，但反过来这2个对比的话，张诗雯那一组，无论是到义乌去，他的这种国际国内市场的影响，他在这一块做的是比较好的，更符合我们最开始给到情绪经济这4个字的要求。我坚定地认为扫腿舞更好一点。捏捏乐这一组最大的问题在于，我总觉得他们在变换注意力，就是他们关注的点不停地在变。先说了背景，然后开始聚焦这个捏捏乐的质量问题，然后从捏捏乐质量问题又转换到了情绪经济的展望问题，最后落脚点在于正视情绪问题，注重心理健康。所以我刚才一直在突出，你们到底要说什么，我不知道。而反观扫腿舞这一边，张希觉得关于百亿市场那部分内容不够，可能是因为他们在这个稿件当中没有体现出来，但完全可以在他们背景和专家对谈当中把这部分内容补充进去。他俩怎么开始辩论？就是2个开辩了。当然我知道老百的概念可能觉得他们整体结构有点乱，但我觉得总体还可以。它实际上几块内容也是比较清晰的。第1块现象，第2块经济，第3块测评，第4块的是它更多的是回到大众社会心态的这个层面。因为张老师多年做
社会新闻，它是更那个结构的那种要求可能会更高，他会觉得，而这边的网感比较强。就是我昨天从选题上，我们已经很一致性的觉得说扫腿舞团播就是更优秀的。那在看执行上有没有硬伤？我觉得他们是肯定没有硬伤的。我觉得张诗雯组他的硬伤是什么？就像你刚才说的，他选取的这个切入的角度比较多。那为什么会多呢？我能理解这个多哪里来，是因为他这个选题难做，他这个选题里面没有什么太多的角度可以展开，没有亮点，你感觉？所以他只能去把这个版面用不同的角度来填满，就内容是扎实的，但是一起步就亏了，你知道吗？就是亏了。完全从一个观众的角度来讲，我注意力就这么有限，我同样的时间我给谁？我非常非常明确的有一个结果，就是我肯定要看团播。哎呀，接下来就是鲁豫老师。就是以现在旁征组的做法，可能一个教授会在演播室里面贯穿始终，并不想看到一个专家在演播室里面非常高屋建瓴的，甚至带着某种抽离的，因为姿态高了一点，离得远了一点。我们不会 ，what？ 不会，我们还要点灯呢。但反观张诗雯那一组，他们的选题相对稳一点。没有那么的新，没有那么的吸睛，但是他们切入话题的角度、做的方法，我觉得是正确的，是非常符合一个新闻专题报道的一个方法。基本上我的好奇，或者我希望他们表达的观点，他们是具备的。我最后的选择会跟张希老师一样。好了，那就2-2了。就2-2。也不打算倒戈了。啊，2-2。所以平局吗？哎，我能跟他们辩论一下。我们要加入战局，我们申请连线。如果2-2怎么办？2-2怎么办？你来投关键那一票。啊，那不行，那不行。肯定要选出胜负的。对，那我们来辩论一下。哎，咱们来辩论一下。好嘞，打一场打一场。我的天，怎么他们开始辩论了？情绪经济，经济这2个字，团播和捏捏乐哪个是风口？但是情绪经济来讲，从您那个角度往里切的话，就这个市场在哪里？从可看度、完整性和逻辑思维，扫腿舞略胜一筹。漂亮，这立论稳的。扫腿舞的选题切入点是好的，但是手法我觉得是不对的。薛兆丰这件事情我也不认同，对吧？我觉得他在布局当中呢，肯定是有他的问题的，但是他都想到了。我觉得想到了，你是指？就他想到了要去外采，他希望通过就是当事人的观点去弥补专家的不足。就是从一个节目来讲，我觉得捏捏乐这个选题，我就觉得说我不是很关心。聊到团播，我可能会看一下。就是还有一个我们要考虑一个，因为不是每个选题都是它越吸睛才值得做。但是我从一个观众的角度，我非常非常明确的有一个倾向。还是说，比如我现在此刻我是个主编，我告诉你，一个主编的想法是谁收视率高。你要这么讲，我还有什么可说？从观众中来到观众中去，谁收视率高和值得做，有时候不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可能我们的角度想一个行业和这一4个主持人辩论吗？好看，我的天！哇哦哇哦哇哦！能不能发我一个完整版？我想看，回去慢慢看。那我觉得你真的辩论辩得非常好。真的吗？我觉得我不适合辩论，就是因为我没有什么非常去让对方胆战的那种信心。我也害怕，我每次站起来之前，我都得酝酿很久。我也是，特别紧张。而且你知道，每一次就是你不是就是你没有想好。你这写的啥？写的礼物满天飞，只为心情美。然后最后我们想跟大家说，礼物满天飞，只为心情美。做了手卡呀，真手卡呀。因为我不是最后，我怕我这2句词记不住，我跟你说我写手上。跳这个我真的会很滑稽。礼物满天飞。天哪，我觉得你特别适合跳小腿舞，他腿这么长，你可以去当团播的 C 位。我应该做这个话题。对你到时候你就直接上去。我的形式就是我来跳一段，是吧？对。老师们出来了。我们是不是要回去了？这么快？啊，好迅速。没事，坐吧，会给你们发邮件的结果。
有趣。我感觉他们4个都累了，都讨论累了。4个打了一场。诶，这不是我们亲爱的冯琳小姐吗？就是的。谁？琳琳的节目在哪里啊？我是琳琳姐。哎呀，哇！你在新疆拍的？哇，好漂亮哦！漂亮！哇哦！哇，真是好巧，怎么突然播上了？姐，这就是你去新疆拍的？对对，前段时间。这还是你熬夜的一个脸部状态吗？一点都不垮。我真的羡慕不来。好，各位你们要准备收下邮件啊。我不想收。哎呦，来了，来了，悬念这么大呀！对，我们希望我们的灯牌也能顺利点亮。没事没事，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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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已经被盘了。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天哪！天哪，没事儿，我真的没事儿。我忘了把我的那个笔放在哪儿了。咋回事啊？我觉得我们挺好的呀。没事儿，我是想找一下我的笔。太有悬念了。唉，我的天！这整的老紧张了，我都不敢看。我还在登邮箱。要不要听会儿歌，接你一下？好。我觉得我可以不拿，但是我的队员必须得要拿到，因为这不关乎于我一个人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他们需要已经第2个题了，必须得要有了。哎呀，可是谁不是这么想的？诗文也这么想啊。是的。我们肯定能赢。我们4个在一起就只有一个字，就是赢字。太想赢了。太想赢了。哦，对，如果诗文这一组输了，他们只有他们队的3位队员是0分了。对。那边也是呀，一样的呀。好，各位邮件发送成功。哇，看来了，来了。哎呀，我还没有收到。看一下。掌声是给我们自己的，猜测正确。我们的第2盏灯即将点亮了，恭喜你们！啊，已经出了。对。在哪里？哦，有分哎。玉宁10分，李佳10分。啊，长舒一口气。好棒。朗朗10分。哇哦，遥遥领先啊！就我觉得团播这件事情，它是一个趋势，而且它正在上升阶段趋势，它的关注度是几何式增长的。这种新兴的业态，那么我们如果可以通过新闻节目引起更多人注意，包括监管的注意，可以在这个产业早期发展过程当中，尽快的矫正它的一些错误和走偏的地方，其实具有更大的社会意义。我被说服了，那个我背叛了高老师。是老百姓的一个渠道，上升渠道是有上升空间的，但同时这个产业它背后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跟风险，你怎么管不管？对，它的确是值得讲述的。对，真好。所以这个是。哇，好暖的这一下。我现在好想看。
那边那个组的状态。哎呦0分0分，没事没事，还有机会。4文的压力估计已经巨大了。天哪！哎呀！去不去吃饭？不喝。是，想看会儿书。你要喝书吗？有吧。没事啊，都是小事儿，别给自己压力太大，宝宝。像你跟我说的一样。没事。他一会儿找笔，一会儿看书，这就是没走出来。给你来个捏捏乐吧。世文，哎呀，老师的作用这时候就出来了，所以老师哪只是专业有用啊？是的。对。他得痛痛快快哭一场。哎呀，怎么了？我感觉情绪好像有点儿……没事。嗯。我以为我做的积累足够多了，但是发现永远不够。没有，真没有。你只想多了。对。我其实从大一开始，我就一直想去尝试各种机会，就哪怕只是一个社团举行的小活动、小型的舞台，我也去报名，我也去试。但是我直到现在，我都没有以主持人的身份站在中传过。为什么？可能是金子总会发光，但是中传到处都是金子。一个学校都是主持人，非常非常的。当你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已经可以了。没有一个人的积累永远觉得自己是够的。我不相信有一个人敢站在任何人的面前说，我现在的能力能够抵挡住所有的事情，我目前的积累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个不可能的。我觉得他就是需要认同。是。走，我跟你说说去。没事儿，别想那么多，坐着，再跟你聊聊。哎呀，感觉我们组员都挺好的，有点辜负他们信任，也感觉挺辜负对新闻的审美的。第一个我觉着啊，每个人只要一起做这件事，好好做就可以了。有的时候未必真的要一定胜了才是最好的那一个。任何一个老师或者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把一次的输赢作为评判你的标准。今天在现场的表现，我觉得每个人都有目共睹，这种能力状态，无论是组织能力还是业务能力，只是你可能给你自己压力太大了。我觉得作为一个队长，没有让这个队获胜，就感觉自己辜负了大家。就想得第一，这个是好事，但如果得不到第一，自己要随时随地想到得不到第一怎么办？赢不了怎么办？赢不了，以后可能是你的常态。每个人有自己的特点，你作为组长能够把大家相互之间的意见融合起来，没有让大家因为这个产生矛盾，而且把这些观点融合起来之后，还能以一个更好的状态把它整体呈现出来，我觉得就是很好的一件事啊。
所以我觉得你无论从你组长的角度来讲，还是从你个人的角度来讲，你都达到要求，而且做的都非常好。几位老师今天也说了，今天你们8个人表现都非常好，都超出我们的预期。可能对我来说，我对于事业的所有感觉就是常怀愧疚吧，总有一种德不配位的担心。这种担心是可以的，但不能让这种担心困住自己。你现在有点困住自己了。常怀愧疚多累啊！这句话挺感人的，但是太累了。所以你现在可以拿这个捏捏乐去捏一捏，可能对你更有帮助。你要相信你自己，你不相信你自己，你要相信我。哎呦，老师真好，挺身而出，顶上。对了，他信任的一个真正的前辈，对他笃定的相信，坚定的选择。我觉得我看人还是比较准的。哎呀，我刚刚止住眼泪，你这种。哎呀，又被我弄哭了，不好意思。还是可以的，我觉得你是不错的，很好的苗子，甚至不是苗子，你现在就可以直接拿来干活。对，我这句话其实真的很是吧，鼓舞人。对，这个时候有这么一个前辈给坚定的给自己这么一句，太重要了。谢谢你。没事儿，有啥好谢的？没事，想哭就哭也没关系，可能哭着就舒服就好了。哭舒服了，得干活了。对呀，哭舒服了就得干活了。别瞎想了啊，好吧，自己想想。好，我回去了，拜拜。不是他给他写纸条了，他写对不起了吧？不至于。2位都研究生了，还在课桌上传纸条呢。俩人没微信吗？但这种互动方式其实挺暖心的，挺暖心的，挺好的。话糙理不糙，这话也太糙，多糙多糙呀！我也好奇多糙呀，这个话。辜负个大，唯恐辜负。因为那么多人选了他，他说辜负个蛋，这个特别破功，还得是子泰。哎呀，一物降一物，一物降一物。但其实我其实想说的话，跟我们组长说，其实我一开始是没有选我们组长的，但是当时我被分到就是我们组长的组的时候，我一点都不难过，我非常非常信任，因为我觉得他没有因为我没有选他对我有任何的偏见。所以当时我投你的那一瞬间，我其实没在怕的，你知道吧？我觉得 OK 没问题，特别好。而且包括昨天他其实做 PPT， 他一个人做到了3点多的时间。庞征身上真有一股拼劲儿。是的，因为他曾经心中燃起的新闻理想，后来在直播江湖里对浮浮沉沉，他现在好容易有机会杀出来，全力以赴。我想，我现在坐的那个位置，然后庞征姐坐到我旁边，是有说法的。我觉得我就该选她，是那种天然信任感。哎，我们车拍个照，车拍拍。这组真的有团魂了，他们的思路高度一致，而且每个人的优缺点啊，就互补的特别好。对。干杯！干杯！紧
幸福就是险胜。对，感恩我们的队员们，感恩每一个人，耶！相信自己的感觉，就是你们内心此刻关注的，可能就是当下有人关注的，就不要被今天给打倒。这就是个考核，就今天你们真的所有人的表现已经惊艳到我们了。做电视的好处就是什么？我们改错的机会是很快的。我这一期节目被人骂了，没事儿，很快还有下一期，赶紧收。好。吴毅老师真好呀。对。我得走了，然后我过2天得出差，所以我得到29号才能够再回来。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交流，没关系，我等下次跟你们交流，好吧？好，我得出差，好，29号再见。辛苦了，老师，辛苦老师，很棒，今天做的，谢谢老师，再见。今天做的不错，很棒，很好的想法。谢谢，拜拜，老师，拜拜。我们待会儿一起去吃火锅吧。我们一起去吃火锅吧，去吃个饭吧，好不好？去吃饭吧，吃饭。咱们也一会儿去吃个火锅，瓜子儿、小火锅什么的摆着。我们自拍着吗？来，往后面躲。 3、2、1，茄子。走，去吧。下班喽。好嘞。首先，我觉得咱们可以把掌声送给一下我们自己，非常厉害。哎，超越可能还不知道，超越的右后方有我们的热爱灯牌。 最下面一盏灯是我们上一期成功猜对的奖赏。然后，如果我们这一整季节目10期当中有7盏灯被点亮，我们可以寄所隐藏的福利大礼包。现在还不知道那个福利大礼包是啥哈？还不知道，确实还不知道。那刚才这一轮，其实大家情绪上也非常起伏，因为实习生们，尤其是2个 team leader 啊，2个队长，好像诗文的情绪压力会比较大。对，先后一个是臧希老师，一个是他子泰师弟，对，帮助他从这个情绪的泥潭里走出来。你们看完之后什么感想？我就觉得诗文可能对自己的要求可能高了一点，这个压力给到这么大的时候，可能心态会有些失衡。 对于这个结果，他的接受度就没有这么高了。但是就像庞真一样说，我们是一个 team， 然后我虽然叫队长，但我不是队长，我只是负责帮大家整合意见，然后听听大家想法，然后这样是一个合作伙伴的角度去出发。所以对于胜负，我觉得他的心态会更加的平衡一点。你平时生活中是不是没有什么那种低落时刻或者哭泣时刻？因为我感觉你的情绪的自洽能力非常强。 就我确实我不太让自己丧的那种状态，我不太喜欢。就当我碰到这种丧的时候，我会马上去找让我开心的事情。情绪稳定型，他情绪太稳定了，是吗？真的，我的情绪都需要他来稳定。大家都说我情绪稳定，但我有些情绪子琪会把我疏导，所以说他情绪还属于那种稳定的。他上一次帮你疏导情绪是？对，就昨天。你昨天咋了？你遇到的问题是？没有，我就是财不配位。我遇到的问题跟思维是一样的。你为啥财不配位？或者你为啥有这种感觉？因为他这一次比赛也是输了嘛，之前心里有点觉得失落。哦。 挺好，朋友们，我给大家说，我经历过这种开场被淘汰的这种感受，然后感谢那个节目组的朋友们吧，不会哭的，因为我这都是开心。我就问了他一个，我说你今天也不是中国的这个脱口秀大王，你也不是之王，对吧？比赛输了很正常的一个事情，但是他压在心里，他真的是压得很压抑。 所以你觉得是自己没表现好，还是评分不公平？就不是，那评分肯定是公平的，评分锐评。因为评分也是鲁豫老师评的，那肯定是公平的，肯定是公平的。其实就是属于那种情绪，就是相信自己能做好的一件事情，但你发现你用了很多力气，用尽了全力，你发现还是没做好。 就是我以为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没那么大，
但是我就发现这1个月，你就总想在其他地方老想着要证明自己一下，你能懂那个感觉吗？明白。对，所以说这个时候的我就很敏感。就比如说你这一件事情没做好，你就会被淘汰的那个失落也好，或者那种不自信也好，就会涌上来。然后我后来发现根源就在于那次，就是你自己心里没告诉自己说你挺难受的，挺失落的，但其实你就是难受和失落的，只是你不想把这个东西给展现出来或展示出来。然后昨天我们俩就聊了一下，发现确实是因为这个事情对我造成了很多不自信的影响。然后我们俩昨天就聊这个事儿，就是赢不是人生的常态。哇，对上了。对，我们俩昨天就聊这个事儿，说就是肯定会输呀，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输而影响到你的人生。就是你的人生有很多方面，你的人生有很多比赛，你的人生有很多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这个事情可能脱口秀就代表脱口秀，它没法代表其他东西。你承认我在这个事情上输了就好了。哎，那个志胜，你知道吗？在我看来，其实，在综艺节目里，你这个角色几乎无可替代。哎，可别的，真的。哎，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对吧？然后又幽默，又有亲和力，然后又有辨识度，然后还有智慧。然后你把这几件事情，然后综合一下，你会发现说，其实很少。你再琢磨，有第二个徐志胜吗？确实不多。肯定是有。但确实是，就是今天就看这个就更有感触了。赢不是人生的常态，还是要接受失败，接受失落，然后再出发呗。是的，就像诗文刚才那句话，他说，其实我感受到了这种书之后所带来的这种反思成长，包括他跟所有的老师去聊天，跟臧希老师聊天，跟他的子泰的师弟聊天，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他那种成长速度会是非常快。他不断的复盘，他反思。子泰那个话可太糙了，太糙了。哎，我当时看着子泰，我就知道子泰就是让他第一个笑出来的人，果然就是让他第一个笑出来。他们两个人身上有一种莫名的默契。是因为我觉得子泰特别好的一点是，他用了一种特别坚定的一种方式。他那句话其实是非常坚定的一句话，虽然很糙，但是很坚定，就会让人很有安全感。比那个普通的安慰要有效。哎，我其实有一招能帮助诗文在这种情况底下快速的缓解自己的压力，就是你知道这种压力来自于第一个是沮丧感，就是我想赢，我觉得我可以赢，但是我没做到，对吧？第二是愧疚感，就我是个队长，但我连累我3个队友拿0分，对吧？但是呢，我们现在回忆一下，他们是什么时候觉得自己要输了？是老师给了分之后吗？不是，对吧？就其实辩论结束，现场的状态，他就知道自己要输了，他是有感觉的，对。所以其实特别快的认输，是极大的减缓压力的。你就认输，就那一刻你已经意识到自己输了。就我真觉得对方比我好，我就会说啊，我觉得你们今天表现得太好了。我觉得你们赢了，不管最后评分上，我觉得你们赢了，这一下就把自己卸下来了。你就面对事实了嘛，你就卸下来了。那说这句话真的，我现在带入进去想想也好难，但是如果真的说了就轻松。只要你内心是这么想的，你就承认自己的内心，你把它说出来，说出来一下就这个力就卸了。卸完了之后，你发现你的视角都变了，你会快速的去想说，对方今天好在哪儿？是选题吗？是现场的表现吗？是什么呢？然后你再看自己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一个可优化的地方，而不是现在那个情绪里叫做我为什么会输呢？我怎么就输了呢？我输了是不是对不起他们呢？那些都很内耗嘛。所以其实快点认输是一个挺好的办法。一下从情绪内耗里挣脱出来，然后理性精进。对，就是尊重自己的内心，你觉得输了就认输呗。就像，早认了，早认。下一季我都认输，永远认下去了。第一季一上来啊，第一季啊，我觉得这是我的生活写照啊。印象中也没赢过啥的。对，因为我平常从小到大不是一个特别尖子的人，
然后其实就是有点中或者中下游这种。然后呢，偶尔会有一些灵光闪现会被老师夸奖，而且很多时候比赛也，其实确实比不过别人，然后优秀的人也很多。就是这种落差特别大的时候，其实已经看到结果了。就甚至说我来到这个行业，大家都很优秀的情况下，我也确实有感知力。我说我的结果可能就是这样了，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也没有放弃过，说我就不做这个事儿了，因为我是觉得还想看看有什么可能，因为我觉得人生的长度有这么长，我才过了这么长时间，你并不知道这以后会发生什么，所以我是觉得还想再等一个可能吧，我是觉得会有的。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点灯时刻，这一期节目，恭喜我们加油团推理成功。接下来，让我们请百事酷宝为我们点亮本季第2个渴望灯牌，辛苦酷宝了。哇，感谢酷宝。那到了这里呢，今天这一期节目的所有 VCR 的部分我们已经观看完毕了。今天是压力很大的一天。分组的这种4v4的 PK， 一般在我们 offer 我印象中第2期经常会遇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凝聚团魂。对，而且基本上在这场比赛打完之后，我都会听到一个词：火锅。就这天晚这全林老师的最爱，是吧？我们也希望下一期我们这里会有。好的。火锅为什么会出现？火锅是一种象征，它不是西餐那种分餐制，它也不是点很多菜我们每个人夹，它不是，它是一口大锅，所有人的筷子在里面吃，那是一种切近，那是一种烟雾缭绕，那是一种真正大家能交心。别再说了，更饿。饿了吧，全林老师？所以伴随着我们的实习生们一起在今天压力巨大的 PK 之后吃着火锅。我们也希望我们能迎来我们加油团的火锅时刻了。当然，吃火锅的时候有一个东西是一定不能错过的，是什么呢？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谢谢百事可乐，也谢谢所有的实习生，谢谢我们的4位带教老师，也谢谢加油团的6位朋友们，谢谢各位，我们下期见，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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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任务发布了。这次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SMG 东方卫视会全程参与报道，4个小时的直播板块交给你们。这就是实战。是否会有可以接受我们采访的人？这要你们自己去找，所有的都是你们自己来准备。毫无头绪，没有太多想法，太难了，完全是一场实战。这个类型的直播就是非常考验你们的综合能力的，你们还要考虑到摄像，考虑到走位，考虑到编排，方方面面，直播难度太大了。玩真的。我们是那个汤总推荐过来的。这个是我的名片，您汇存。我加你个微信好不好？我姐是人脉网。非常好吃，非常好吃，为什么不给我拿一个勺子？就活人感极强。给我送咖啡。还有互动。如果这一天的24个小时，机器人陪我们过，到底可以怎么过 ？AI 其实已经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做了功课。哇，这2个真的强。你好，我是仿生机器人瑜伽。帅。我特别想去骑这个狗，这个体验很深度。他们还是有创意啊。我们是琳琅满目，我是金龟子，是那帕帕。这个是升腾384超节点。他说真的把这个讲清楚，真的很厉害了。哇，这个应该怎么说呀？我觉得我们讲不明白。不要改了，不要改了。就我觉得我怎么做你都会觉得有问题，出了点意外。打不通不接电话。完了。他要去找那个交接地点，现在已经超时了哎，他们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看不下去了。总体感觉我觉得很急，完全是在整蛊我们，一定要造出点什么事故和意外来。快，还有2分钟。所有人把你们的弦拎起来，这是一场正式的直播，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新闻工作。你们说的每一个字，你们下的每一个观点，都会被无限放大。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鸿蒙折叠电脑13英寸便携18英寸大屏，折展之间体验非凡。你想成为怎样的人？在追逐的梦怎样成真？你带
offer 最终节目资讯等你解锁。上微博参与令人心动的 offer 话题讨论，选出你看好的主持新生，见证最终 offer 的诞生。上微博带话题令人心动的 offer， 分享出面篇名场面。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令人心动的 offer， 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上百度 APP 看百度热搜 ，get 更多热点内容。独家中文百科合作伙伴百度百科，上百度搜索令人心动的 offer， 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知乎搜令人心动的 offer， 解锁更多精彩讨论。上前程无忧51兆，收获心动的 offer。感谢丽丽城传媒。如果你对内容行业感兴趣，欢迎在腾讯校招官网 JOIN.QQ.com 投递峨眉派专项，等你来实习。令人心动的 offer 尽在腾讯校招，等你来拿。每周3、周4 12点 SVIP 更新，19点 VIP 更新，会员抢先看一周。周5 12点 SVIP 抢先看加更版，19点 VIP 会员专享，看更多精彩内容。周6 12点 SVIP 抢先看衍生，陪你看 offer，19点 VIP 会员专享。